Hello，大家晚上好啊，我是 Rich 啊，一位美股的专业投资者。那今天晚上呢非常的突发，我们也看到最近呢中通的冲突也是越发的严重，而且呢我也看到一些很严重或者是很多人都没有看到的一些信号所以呢今天也是非常突发的来一个直播。那一开始呢也是先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啊，你们好啊。那今天晚上呢先来讲一下，其实中东冲突对于股市的影响到底会不会继续的恶化下去，还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真的打仗了，这个熊市会不会来了呢？那你们对这个中东的冲突有什么看法？你也可以写在这个留言区里面让我来看一下啊。那今天的晚上呢，我也是准备了很多的内容第一个关于最新的中东冲突对于股市的影响到底是什么那如果你对 A 这个话题更加有兴趣，你也可以写一个 A 在留言区里面告诉我你对这个话题更加有兴趣，那我会在这个话题当中讲得更加详细一点。那 B 呢，就是关于美股和港股的最新市况的更新。那如果你对 B 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写一个 B 让我知道。那 C 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呢好像战争如果真的要打起来了或者是如果美股要调整了那有一些对冲的策略，到底石油和黄金现在还能买吗？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兴趣，你也可以写一个 C。那 D 呢，就是一个改善我们投资回报的最佳策略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兴趣，你也可以写一个 D。那我也是邀请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的直播你一定要留到最后因为我们今天最后呢也会送一个最大的礼包送给大家，之前是没有送过的那这一次也是想感谢各位粉丝朋友们，也是趁着今天的直播如果你留到最后，我们就会送这个史上最大的礼包给你们。OK， 好，我看到很多的朋友们都已经留言了好，那目前呢，我看到比较多的是 A 或者是 B，那看来大家也是对于整体的市况更加的感兴趣当然，我也看到有一少部分的人也写了 C 或者是 D。好，那我就各个方面都来讲一下但是呢，我会更加专注于去讲一下 A 和 B 毕竟这两个是你们最感兴趣的OK 也有同学说期待这个大礼包。好，那你们就要记得留到最后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冲突对于股市的影响到底会不会之后再恶化或者是如果真的打仗了这个熊市会不会再来呢？那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消息这个是我记得是今天下午刚刚截的一个新闻伊朗他们说今天晚上将会发生一件事情，让全世界铭记会写在历史的书本里面数个世纪的大事件，哇，好像很严重然后呢，另外一方面特朗普也说是要求要求伊朗是无条件的投降以及他也有可能在传闻说可能会介入这一次的中东冲突当中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呢事件是在逐渐的恶化了那你们觉得这件事情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或者是之后会不会进一步的变成一个熊市呢？如果你们觉得会变成熊市的，你可以打个会你觉得不会只是一个小小的调整然后之后再一次的美股创新高，然后呢美股是永远涨上去的。OK， 那如果觉得不会的，你也可以写一个不会看一下你们觉得这个事件带来的影响是怎么样的OK 我看到有人说 yes 有人说如果再恶化下去的话会变成熊市。OK， 那我看到大部分的人都说会那要不我先来讲一下我的看法好不好那其实这些新闻我觉得已经不是重点了那当然这些新闻还是要看的毕竟这也是世界的大事。但是如果我们是作为一个投资者，我们要关注市场的话其实这些新闻第一我们也预测不了，对吧？我们也预测不了他们是后续停战还是继续打下去，我们不知道。而且你要去猜或者是去想它后续的走势是怎么样这个也不重要了因为你根本也预测不了所以呢
更加关键的是，我们要看的是技术分析，看一下信号那你可以看到呢，资金会告诉你答案。那这个是昨天的标普500的走势当然昨天是一个低开低走整体呢，如果我们看纳斯达克是跌了接近1%而这里呢是标普500这张图表是标普500，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呢，大部分的股票都是跌的包括 Magnificent Seven 那些美股七雄都是在跌的。但是有哪些板块是在逆势上涨的呢？那我这里呢也是圈出来，大家也可以看到，第一个是石油股第二个是军工或者是叫做国防股那你可以看到，只有这2个板块大部分的股票都是上涨的。那这代表什么呢？其实这也是一种迹象，给你看到资金是流到了这2个板块当中避险了那如果未来真的打仗了，那能够受惠的股票有哪一些？第一会导致石油上涨，那石油上涨也会导致石油股会受惠所以你可以看到事先的已经有一些聪明钱进去了这个板块里面昨天就已经你可以看到这个答案了。那第二就是如果真的打仗了可能那些军工股或者是那些军工的企业，它会有更多的订单那国防股票呢也会受惠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昨天也是多了一笔钱进去了也是一些聪明钱进去了那我们可以看到相比起中东的冲突，我认为中东的冲突呢可能只是一小部分或者是没有那么大影响虽然现在呢很多的传媒都在讲会不会变成 World War III还是会有一些更进一步的恶化然后股市会继续熊市那这个是一部分这个是传媒所说的中东的冲突。那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们也是看了很多这些新闻那所以今天我想说的重点并不是这件事情身上，而是我看到现在的股市有其他信号，我认为是更加的严重，而且是更多的人可能是忽视掉了这个信号或者是没有看到这个信号那如果观众朋友们你们看一下这个是 QQQ 今年的股价图，你们看到有没有什么信号是会让你觉得警惕的或者是你觉得是一个警号的你们都可以写在留言区里面我看一下有没有同学答对或者是有没有同学你看到这些问题或者是我看到的问题，我想知道一下有没有观众朋友们你们也留意到我留意到的东西呢？那你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下你看到什么答案。OK 有同学说如果打仗了反而东西会卖得多那确实这个也是现在我们看到股市昨天也是很多的股票遭遇抛售那这个也是大部分的股票会面对的一个情况当然也有一小部分的股票它可能会受惠那待会儿我也会讲的更加详细一点有人说头肩顶 OK 那这个有头肩顶吗？OK 我目前这个不是我看到的一个重点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观众朋友们有讲到我想说的重点。那没有吗？那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直接有人说压力区那确实它现在是在一个压力区里面那它也是在压力区里面一段时间了到了压力位，但这个也并不是我想说的重点那这个确实是一个大家都能看到而且是很明显的，对吧？它距离新高非常接近，是在一个压力区那它会顶住，也是一个大家也能看到的一个画面有人说 double top 有人说drop high volume 成交量变少这个同学说的非常好。那其实我们看到是有越来越多的警号，而最严重的那一个刚才这个同学说的非常好，我看到的情况是价升，但是是量缩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幅图里面，我给大家显示了最近1个月的走势你可以看到股市呢是在缓慢的上涨，它相比起4月份的时候，
那个动力已经在减弱了。那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股市上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那个成交量我也用了一个箭头显示了。你可以看到每一次上涨的时候，那个成交量都在萎缩的。那代表什么呢？就是越涨越高的时候，买的人越来越少，买方越来越少。但是在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每一次的下跌，成交量都是有放大的，那就是代表在股市跌的时候卖的人越来越多。那我们整体来看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在现在股市到了一个压力区这个大家都看到，对吧？而更加重要的是，到了压力区之后，股市的表现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在高位抛售，买的人却越来越少。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对没有那么健康的信号。什么是健康的信号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在4月份，对吧？连续很多天上涨，然后呢再看一下股票里面的表现，很多股票都是突破，很多股票都是每一天之内能够涨10%这个是很强劲的一个信号。但是现在呢情况已经不一样了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我讲的第一个警号。那还有其他的警号我认为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的然后呢也是不想在座的一些观众朋友们可能听不懂或者是误导了我的意思，然后呢可能在高位盲目的做空，或者是盲目的抛售股票所以呢其他的信号我会在我的 GMT 里面会更加的详细去探讨但是呢这里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最严重的一个信号，就是价升，但是量缩的。好，那我们看到这段时间呢其实股市也是表现的一般那警号也是越来越多。那你可能会问我 Rich， 这段时间你在干什么呢？那确实，我距离上一次的直播或者是拍影片其实也是在接近1个月之前了那好像在屏幕前我是消失了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我也是在干嘛呢？其实在这段时间我也是去了台湾那在那里呢我也是除了去旅游之外中间你可以看到我是去了9份去旅游了放松了。那除了去放松之外其实我也是去了台湾那边接受媒体和杂志的采访左边那张图是杂志然后右边那张图是有一个媒体采访我问我一些我的个人故事以及我的一些投资策略等等那你可以看到我在这段时间呢主要精力都不是放在股市当中因为我也看到股市中它没有像4月份那样有那么好的机会可以出手。所以呢我也想说的一点就是股市呢其实并不是每天看可能你每一天做了很多功课很努力的去看去盯盘但你以为这样有收获但其实并不是的。其实更好的一个机会就是当时机来临了你才看对了这个时机好像巴菲特说的那样当这个球来的时候你才选择挥棒所以我们要把握好时机出手才是重点，才能够获取更大的回报。所以呢我也想说的是在对的时候买到对的股票这个是胜于你每天繁忙的操作去买不知道什么股票或者是盲目的去盯盘。那我举个例子这个是我在今年包括去年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就是 Palantir 那去年的交易我就不说了我讲一下我今年的交易。今年的交易呢其实我是在4月份当时候在打关税战的时候，我是会优先的去看哪一些股票是强势的股票所以那时候呢讲到了 Palantir然后呢在4月中和4月底的时候我都是看到一些信号，并且在我的那个 APP 里面的一些重点关注分析的清单里面讲到了我对于 Palantir 的一些交易的计划。那你也可以看到在我的这个重点关注的分析里面这个是我的 APP你可以看到有其他的股票不只是 Palantir 比如说这个是 TEM或者是这个是 CrowdStrike 也是其中一个我赚的钱最多的一只股票那除了这些之外你都可以看到
我在里面其实也是写了很详细啊，我对于这些股票的一些交易的计划和想法啊。当然，我们回到了 Palantir 刚才的那个例子里面啊，你可以看到，在对的时候买到对的股票，胜于您每一天啊频密的今天看哪一只股票，明天看哪一只股票啊，今天有一系列的清单要去看啊。你在对的时候买到好的股票啊，一年里面啊，你可以看到在4月份到现在啊，这只股票已经跑赢了大盘很多，然后也是超过60%的回报啊，所以这个才是我想今天带出的一个重点啊。那当然讲到 Palantir 啊，我也来讲一下它最近的一些更新啊。那最近呢因为中东的冲突那 Palantir 呢它也是受惠的啊。那为什么以色列它好像能够早人一步它是比伊朗更快打击到它的那些核设施或者是能够更早的去击杀掉它的那个总司令。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现在并不是一个我们比拼枪或者是比拼坦克的比拼装备的一个时代，而是一个资讯战。那所以呢，作为一个大数据的分析平台 Palantir 它其实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行业当中的龙头所以它有很大的客户是来源于政府和军方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去年呢，其实 Palantir 已经是跟以色列的国防合作它也是获得了一笔大的订单。而在最近呢这一次的打仗当中 Palantir 也是一个受惠的或者是它是一个在这次事件当中扮演着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所以 Palantir 你可以看到它也是其中一只受惠的股票。好，那除了 Palantir 之外现在中东冲突其实最受惠的并不是那些军工股票，而是石油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是 WTI 的原油期货右边那张图是原油期货，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当中东的战争一旦爆发了你可以看到它是马上上涨超过7%。那另外一个受惠的呢是黄金，黄金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也是接近于新高。那现在呢，已经到了3400，而现在我也收到了很多同学的提问，Rich， 现在呢，黄金和石油已经涨得这么高了，还能再买吗？那如果你觉得还能再买的就是那个 yes 如果觉得是 yes 的话，你可以写一个1或者是如果你觉得是不能买了现在已经涨了这么多，怎么还能买呢？对吧？那你如果觉得不能买的话，你也可以写一个2让我了解一下你们的看法是怎么样。OK，那我目前呢看到好像1和2都有同学说就是也能买或者是也有同学说不能买毕竟现在涨得这么高，对吧？那3是什么意思3就是我也不知道。OK，那目前我看到有人说看是投机还是投资那 OK depends 那除了这个比较特别的答案之外我看到更多的同学们都是写1。好，那我们又回到了之前我也讲过的一个点，这个点呢，其实我上一个月的直播当中也有讲过，如果你是听到了那个消息，或者是看到那个新闻，你才想着去买的话，sorry 已经太晚了这个也是很多散户他会犯的一个投资陷阱，就是听消息去买股票所以呢，其实一个专业的投资者他需要做的就是提前一步看到信号就去买入，可能在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消息可能并没有打仗没有什么新闻出来的，而你要做的就是看到它有一个信号你就去买，就是这样那其实788呢也在过去的1-2年里面多次的提到黄金是一个机会它最初是在1800的时候已经有讲到了那你能不能想象黄金从1800到现在2年多的时间
应该是2年多的时间，已经是接近1倍了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丰厚的回报啊。那除了去发之外其实我在今年的6月份也是有讲到，我们当时候呢看到有技术分析的信号，黄金呢可能在那段时间有一个我们叫 set up 就是有一些形态那我们看到了信号之后，我们就要去想一些交易的计划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我没有做黄金，而是我有讲到的是金矿股那我是列出了2个金矿股这个是我在我的重点关注的清单里面有写到的给你们看一下。对，在这里那我也是在图中里面有截图讲到GDX 和 GDXJ 这2只金矿的股票那天是6月2号，而在那一天我记得当时候我录了一个影片结果呢在晚上就马上突破了而最近当中东的冲突再爆发了他们也是再一次的上涨所以呢你也可以看到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会技术分析提前的早人一步去买入，而并不是看到那个新闻听到那个消息想着去买那个时候就已经太晚了那有同学说那个 APP 是什么东西那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那个 APP， 并且呢在这里也是讲一下我们这个 APP 现在的2个重大的消息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全新的功能上线了，这个功能呢就是一个PAPA 体质的评估雷达图。那7PAPA它会我们会根据7PAPA它的选股的会看的一些信息信号，把它归类成一个雷达图。那这个功能呢就能一眼的帮助你看出这个股票它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如果要去对比的话，到底哪一只股票更好透过这个雷达图可以更快更清晰的帮你去看到并且去筛选到那这里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就拿我刚才讲到的 Palantir 那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打开我的 APP， 你会看到它的雷达图会分成5个部分，分别是获利能力资本回报、财务安全、成长动能和估值的吸引力那它会分成5个部分，那你可以看到在雷达图里面它就会显示不同的分数。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Palantir 这只涨了10几倍的股票它的估值低一点这个是就正常的对吧毕竟它已经涨了10几倍了那包括我们看一下它其他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获利能力和成长的动能是非常强劲的那有同学说 seems easy to use 对的，没错，你一打开这个股票它就能直接给你看这个分数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成长动能代表什么其实它这里面会非常清晰的给你看到，并且会告诉你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好了，那我讲到了 Palantir 我看它是8分是一个强劲的股票，那有什么用呢？其实有另外一个用处，就是去对比一下行业内其他股票的表现那如果我们用这家公司跟另外一家公司对比的话但是如果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想快速的去了解这家公司哪一个更加好 ，OK， 那我这里呢举个例子Palantir 的其中一个就姐妹股或者是竞争对手吧就是有一个叫做 BBAI 的也是一个数据平台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它的竞争对手那这个是 BBAI， 我们看一下它的体质评分是怎么样OK， 那你可以看到呢，它的成长动能也没有 Palantir 那么强，它的获利能力也没有那么强原来它整体的分数只有 2.6那我们如果就这样来对比的话 ，OK， 那这家公司它就没有 Palantir 那么好了。那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下一个我讲的是 CrowdStrike，OK，CrowdStrike 呢，它的成长动能是蛮强劲的但是它的获利能力会相对来说比较弱。OK， 那如果我要 Palantir 跟 CrowdStrike 2家公司去对比的话那我会
从基本面的角度去看Planitia 它会更加的好。那这个是作为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对比。OK， 那这个就是我的这个 APP 一个全新功能的上线啊，也是非常轻松，可以帮助你去筛选股票的好或者是坏。那第二个好消息呢，就是我们现在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的优惠啊，就是120个小时以内啊，我们现在呢有一个优惠价，就是每个月不到42块啊，就能你可以获得以上的这个筛选股票的功能啊，或者是那个雷达图啊，或者是我刚才有讲到的那些投资日记啊，或者是刚才有讲到的重点关注的股票啊，我会定期的去更新，又或者是每个星期的大盘更新啊，我都会在这个 APP 里面去更新给大家的啊。那你现在把握这个优惠的话，每个月不到42块啊，一整年里面省掉了573块的美元啊。并且再送你3个月啊，所以趁着现在啊这个限时优惠啊，可以赶快的来把握这个限时优惠啊。那好，我们现在呢讲完了美股，我们现在呢来讲一下另外一边的中概股和港股啊。那最近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港股的气氛是相对的比较好啊，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的股票也是表现的相当强势啊。那待会儿会给大家看一下有哪一些股票是表现的强势。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左边这个是特朗普他最新公布的The deal is done 就是他跟中国的那个谈判，现在好像已经搞定了那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那另外一方面，在最近呢陆家嘴那边也是有一个会议然后也会推出一系列的一些政策去扶持那在种种的背景支持下是不是港股又有一个好机会呢？如果你觉得是一个好机会的你也可以写一个是让我来了解一下OK 有人说阿里all in 还是 all in 有人说是 OK 那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又是怎么样做的。那其实高手呢都是先洞察先机其实七法法也并不是今天才会跟你们说港股现在是一个机会啦快点来把握啦。其实它是在去年或者是更早之前已经跟你们讲到这个是他一生一辈子里面很难得看到的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所以呢，他也是在很早很早就已经把握到了港股这个机会当然比较近期一点的，就是在4月的时候，当时候因为关税战股票也是下跌调整了很多。那个时候呢，基法法也在 GMT 里面有加开了一场的直播告诉我们的同学们他看到什么机会，并且呢，也是在这个时候马上做一些布局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些股票它是涨得特别多的那这些是在基法法它的当时候有讲到的10几只股票里面随机抽了一些股票第一个是1299那第二个是涨得比较多的这个是药明生物涨了接近80%。那第三个就是一些电动车行业的比亚迪。那你可以看到这些股票呢，它现在已经是涨了很多了那你现在才看到好像有一些利好的消息，才来问现在的港股是不是一个好机会可能就已经太晚了因为高手们都是先洞察先机，并且是提早的把握到这些机会的所以呢现在才去问港股会不会太晚呢可能太晚，又可能会有一些机会在里面因为我们在星期五的 GMT 这个星期五我们会重点的去讲一下一些港股除了七法法会讲之外我也是会研究一只港股非常难得我们之前都是去研究美股的但是在这个星期五可以先预告一下，就是我会研究一家港股所以如果你是同学们的话可以在星期五留意一下。那
在这里呢，也是想邀请那些观众朋友们啊，如果你还不是 GMP 的同学的话啊，真的要赶快把握这个史上的最大优惠。这个优惠呢，就是趁着父亲节这个档期，我们会有一个88折。那之前呢，七爸爸也是举办过一次这个优惠但是反应太过热烈了。那这一次呢，我又再一次加开这个优惠活动，而这一次不同的是如果我们除了 GMT 会有88折，我们其他的课程，所有的课程除了10倍股的投资秘籍，还有我的技术分析的课程，我们全部的课程都会有一个88折，而且是只限88位同学，我们投88位同学才会有这个史上的一个最大优惠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把握的赶快去把握这个优惠因为这个优惠呢也是限时的，过了这段时间就没有了之前我还记得有段时间有同学问我们 GMT 到底是怎么加入，我们那时候呢还没有开放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把握的话可以趁着这个机会，难得的机会而且是之前从来没有的一个优惠赶快去把握吧。那我们在现在呢再讲一次现在的市况呢真的是瞬息万变毕竟今天我讲到了一些新闻看到的一些消息可能在明天或者是几天之后又已经不同了而关键的就是我们会在 GMP 里面第一时间的告诉你们我们所看到的 updates 是什么。那这个是我们在今年4月份当特朗普推出了一系列的关税战之后，我们在 GMP 有加开了一场这个是在星期3的一个直播我们第一次不在星期5正常的时间，而是在加开的时间里面办了一场 GMT 那我们在现在这个中东的冲突会不会进一步的恶化或者是后续的走势是怎么样的会不会有什么改变或者是有什么机会可以去把握，我们都会在 GMP 里面第一时间的跟我们的同学update 更新他们然后大家可以马上的去把握那个机会所以如果你并不是 GMP 的同学的话，真的趁着这个史上的优惠赶快把握这个机会，好不好那最后呢，再来看一下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OK 那记得赶快把握这个优惠因为这个名额真的很快就没有了OK， 我看到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已经在买了那恭喜你们然后如果你还没有把握到这个机会的话也是趁着现在这个优惠赶快把握吧。好，那最后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好像没有的话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那我们下一次再见 ，OK， 拜拜。